第一场吃肉吃很多，然后就信心爆棚，电池接上去那个哔哔哔的声音，你是不是觉得很帅？我就说，对你好像枪射速好高，好厉害。可能一场下来，你人都没有看到，你在丛林里面结束。开始哦，这个是法老复刻的，因为我觉得用起来没有差。好想破千赞啊！顺手按个赞，让你人生变灿烂。本频道由宝岛阵地现代战场场地提供，让对手完蛋就用 TBRM BB 弹。Hello， 大家好，我是战术运短，然后很开心啊，加入了黄标气枪人介绍自己枪的系列哦。那先来简单的介绍入坑时间啊，其实从我的入坑应该是从2020年，那其实那个时候一开始打那种 IDPA 竞赛射击啊，就是其实还蛮专心在做这件事情的。可是就是有一年，应该是2020年的过年吧，那个时候就想说，其实俱乐部里面有很多人在打生存，那我也要加入这个吃肉的行列啊。那个时候的第一把枪，其实你们看到是我第一把枪，它其实不是长这样。后来有打很大的广告，就是关于他自己出了 Leontech 的一个系列，又有运动型，然后又有金属的枪身。最后我就选择了一个轻量化圈塑胶的枪身啊。其实它已经差不多被我爆改过了。它其实原本没有这个面音管，其实前面就是一个火帽，然后其实基本上是什么都没有。关于外观件，然后我个人是还蛮喜欢把我的枪客制化，改得帅一点啊。所以那个时候呢，也是在想说嘛，枪我到底是想要它是 CQB 呢，还是打远距离的呢？然后其实第一次打下场生存啊，就是在打那个台北 CQB 啦。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有经验。我觉得我当时还没有爆改它的时候，其实还蛮有新手运的。下场的时候就是一个很阳春的枪，结果第一场吃肉吃很多，然后就信心爆棚。然后没关系，这个之后后面介绍一下好了。那其实这把枪原本就是那个 Leontech 的枪嘛，然后其实我就先最初的话就很简单，只是把管皮换掉，换成了 Lelex 的 Hub 座枫叶的管，然后再加上一个面音器，加上一个面音器就是固定它的内管嘛，然后就再继续下场打。接下来就是里面有很多的坏朋友啦，然后就说这样不行啊，你一定要换电子扳机啊。原本这把枪一开始是那种传统扳机，然后就说你要换电子扳机啊，我就想要换电子扳机，要换什么电子扳机？然后他们说你有没有听到我这个电池接上去那个哔哔哔的声音？你是不是觉得很帅？我就说对你好像枪射速好高，好厉害。他就说对，我们就是要换泰坦的扳机。后来我就自己上泰坦的官网，其实刚好那时候好像碰到感恩节的特价吧，就买了一整组泰坦的扳机，加上还有它的 CNC box。我这把枪最后就是换了泰坦的 box， 还有钢齿跟扳机。然后你可以看到外观的这边就是连扳机的零件组都是泰坦的扳机组。然后那如果关于它的马达，然后那时候又说要不要换无双马达？我觉得那个时候因为泰坦断了那个 APP， 好像还没有支援无双马达，所以那个时候就选了天力的37500转。到现在在用，大家现在出现了很多积碳的状况，有时候会觉得声音怪怪的，然后拆下来觉得整个握把里面都是黑的，然后就要一直清，这是还想说我要不要换无双马达？我有看过就是我阿哥的影片啊，其实里面还蛮多之前有些朋友介绍无双马达的好处，自己队友现在有在无双马达啦。那关于这把枪，目前内购泰坦的 box， 然后基本上如果有看我影片的，其实有看到，就是我之前有介绍一下这个 box。其实这把枪最外观呢，第一个加装的瞄具就是这个 狙镜，1x6的狙镜。然后关于这个侧瞄镜啊，我是拆装啦。为什么拆装？因为你知道，就是其实侧瞄镜很帅。今天在看电影看 John Wick 啊，那 John Wick 那把 TR1 就是旁边有个侧瞄镜，很帅。然后如果你今天装 LPU 配个侧瞄镜，说是真的还蛮好用的啦。可是呢，我觉得它最大的缺点是，它每次都凸一块。那我今天要装箱带的时候，就凸起来一块。然后有时候我自己的习惯，有时候会带2把枪下场，它就是进去箱带之后，然后第一层凸一块，第二层你的枪装进去，它就凸一块，一直被我拆装的配件。然后到了今天，我终于觉得好，就是把它固定好。其实时候帅比较重要。关于下场枪帅比较重要。关于这个雷子器啊，雷子器也是最近才装的。我一直也是觉得，因为选塑胶枪身嘛，好轻哦，好方便哦。然后就是队友可能都拿 BFC 的那种仿真系的电枪，金属枪身好重啊，就是都笑他们，就说很重你背那么重干什么？就是干脆就轻量化好，都轻量化好了。那一直到了最近才觉得，我这把就是比较设计打远一点的枪型，那是不是装个雷子器看起来比较帅？所以总而言之，这把枪就是以帅为主。然后性能嘛，都已经换电子扳机了，我觉得没什么好要求。然后再来就是枪托啊，大家应该都知道，因为这把枪 Leontech 的钢丝也是跟怪怪合作嘛，它的原厂设计的扳机组啊，然后它还有它的枪托杆啊，都是以怪怪哥哥为主。如果你今天换了电子扳机，然后它也没有给你那个电子扳机接电池的那条线，当时就是决定你换了电子扳机之后，你的整个枪托跟整个枪托杆都要换掉啊，也就是选了那个 CTR 系列啦。记得这个 CTR 系列也是跟我阿哥买的，那个时候就是跟红星下单。其实这把枪来来回回，我觉得我花的最多其实真的是在它的外观上面。当时它的内购泰坦 box 都就一开始就直接封顶，应该是封顶吧，现在应该没有其他的选择吧，各位朋友。我觉得 Hub 座也是用 Lelex 的，然后枫叶管，然后整体效能我觉得还不错。只是有朋友说推荐要换 PDI 管，我觉得我懒得拆。现在目前下场，它现在是我还蛮主力的枪支啦，基本上打 CQB， 然后现在
比较可惜的是台北的场地比较少，然后现在都跟朋友在打野场，那只是打野场它就会发挥蛮多的效果，就是因为它打的距离相对比较远，因为有规定归40公尺。只是我有时候觉得打野场的缺点呢，就像是我们在录影片的时候录不到什么东西，可能一场下来你人都没有看到，你在丛林里面结束，或者是就算你有看到人，绿油油什么都录不到，我觉得这是缺点啦。然后只是希望未来有更多机会可以拿它去全台的各个场地去参加一些活动。这个金色的地方，你也知道原厂给的那种枪机盖嘛，基本上都是黑色。如果基本上看我影片的朋友知道，我的竞赛枪哦，就是其实金色用的配件很多。因为我老婆跟我说，我是属狮子座的，是命中带火，然后你的配件打比赛就是要有金色的。我说好，那我就把它分成金色的，啊，配件金色看起来也比较好看一点啦。我觉得这些小地方，我觉得各个玩家都可以去做一些客制化，因为我是觉得如果你今天像我们今天玩枪的朋友，就是对于枪帅不帅或是这些客制化的东西都还蛮在乎的，有时候放点小心思，枪拿下场就算没有打到人，然后你放在家里面穿上装备也是开心的啦。拉开箱机，哇，金色爽。然后其实这把枪在鱼骨的部分啊，然后枪身啊，基本上我都没有变，它就只有加上我刚刚讲的嘛，雷子器啊，然后瞄具啊等等的这些配件。然后前面这个枪握把就是 VFC 出的枪握把啦，然后那个时候它就是跟 BCN 合作嘛。其实我自己的 GPP 也是用 BCN 的系列，可是它就是那种比较传统的系列。然后我是觉得它这个主手我很舒服啦，也很适合机型握，所以就选了这个。既然都已经有挂枪背带，我也讲一下枪背带好了。我的影片其实有介绍我开箱法老全套的战术背心跟腰带。拍谁哦？这个是法老复刻的，因为我觉得用起来没有差。法老装备当时也是感恩节买的，然后就是自己装了前后的低扣。我个人还蛮不喜欢用单点式，自己的习惯也就是，如果今天我要下场，我会全拉开，就是这样。那如果你今天要切换手枪的时候，就是脖子这样挂，然后换手枪就好了。枪背带也是来来回回、兜兜转转、东调西调，终于这次也是定下来了，应该再也不会动。这个大概就是我的枪支的介绍了。然后我是觉得每个人都有一把自己心仪的下场枪啦，因为我是有2把啊，这把毕竟是第一把，跟它比较有感情。如果你今天装瞄具啊，都会把前后瞄准器拔掉，就没有，我就觉得它就应该在上面，要保留它原本的样子。那只是我会在外挂很多东西。其实这个大概就是我的下场枪，毕竟作为竞赛射手哦，那台湾这个生存环境一定要支持一下，所以就是也很开心可以上黄标西站蛙哥这个节目。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也记得按赞、订阅，把小铃铛开起来。如果有自己的下场枪想要跟大家分享啊，也欢迎在 FB 跟 IG 私讯他报名这个系列。然后当然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 YouTube 频道啦，就是战术英短。然后如果你今天想要打竞技比赛，我觉得有很多的资讯，我都快变成那种竞技类型的知识型 YouTuber。嘿，好。